温柔，我觉得我们还是分开一段时间吧。分开？哪种分开？你要出差啊？不是，你还是回自己家住一段时间吧。开什么玩笑？我是认真的。那你说说，你为什么突然让我回家？我变心了，我想重新考虑我们的婚姻。变心了，变得更喜欢我了？我没跟你开玩笑。我也没跟你开玩笑。无论你遇到了什么事情，你变成什么样子的人，你都别想把我甩开。就算你变成一只青蛙，我也会把你吻回人心。看来终于还是没说真话。唉，这一旦撒了谎，接下来就会有无数个谎言。可是这样的关系能维持多久呢？老婆，我们之前总是有误会有争吵，很多时候也是因为谎言，所以我想跟你做一个约定。什么约定？从今天开始，我们要对彼此真诚，不能撒谎。遇到什么问题都一起去面对，一起来解决。不仅如此，对待其他人、对待朋友也要这样。对别人也要说真话。匹诺曹变成人就不能撒谎了。老公，从现在开始到一辈子有点难，要么我们先试试1个星期？也行。我以这个房子里的包包、首饰、鞋子起誓，我说的都是真话。我也以面前这个我最爱的女人起誓，我说的也都是真话。不管说什么都要互相理解，无条件微笑。好，那我先来。你觉得我素颜好看吗？好看。比化妆后呢？差一点点。上周四我不是跟你说我去跟客户开会吗？其实我跟韩青出去吃饭了。那天我可是做了一大桌子菜，但是你做的菜太清淡了，所以我就假装出去工作，其实是出去吃饭了。你可以理解的吧？我能理解。那我也坦白，其实有的时候我会把你不穿的一些衣服拿出去捐掉，因为我觉得你永远都不会再穿了。蚊子？真的有蚊子啊？真的有蚊子，可能我们家窗户没有关吧。你在对我发脾气吗？不是说好要互相理解的吗？好，我再来一个。上次母亲节的时候，不是没去咱家吗？其实我跟我妈说是你不让我去的。你真这么说的？说太麻烦就不回去了呀。所以你没有发现妈妈到后面一直都没有给你打过电话吗？就是因为我是那样说的。老公说好不生气的。我跟韩青同时掉进水里，你先救谁？韩青，你会游泳，那我也希望你先救我呀。老公，咱们要不今天先到此为止？我觉得再这样下去，后果不堪设想。我同意。我跟温柔约定好了，这周内要坦诚相对。这件事情对温柔小姐来说会不会难了点啊？单总，你要的资料。静姐，你烫头发了吧？好看吗？好看，挺适合你。显老。老板，您和温柔小姐之间的约定，不会也要在周围人身上使用吧？那当然了，不然养成了习惯，把这个习惯带回家了怎么办？我们和温柔小姐说谎的频率可不太一样。老板，有个 VIP 客户想要见你。好。静姐，你别难过，老板没那个意。糟了，老板不会对顾客也说实话吧？你就是雪蜜的老板啊？你看看，给我介绍的都是一些什么对象？这几位女会员跟您的匹配度都很高，而且第一次见面反馈也都很好，可是您都拒绝了，这是为什么呢？他们不是我喜欢的类型。不会啊，这都是根据您的问卷，这几位都是符合您的喜好的。
哎呀，反正我都不喜欢。哎，你们就没有条件好一点的客户吗？就是那种家里边条件比较好的。你看我这个收入吧，是相对比较稳定的，但是不太高的那种。组建家庭嘛，对方的经济条件好一点，将来才能。原来也是这样。您自己月薪6000，却要求别人月薪6万，这合理吗？小美，注意对客户说话的态度。对不起。先生，其实他想说的是，想要幸福生活，您得自己努力。你说什么呢你？不好意思啊。话虽难听，但忠言逆耳。就你这样，你还是个老板呢啊？你们还想不想干？先生，您别激动，小白，带老板出去。对不起，先生，我刚才说的全部都是实话。什么狗屁实话？你以为就你们一家婚恋公司了吗？啊，老板！请你立刻出去，不然我马上叫保安。倩倩，你没事吧？你耳朵……小美，嗯，要不我自己来吧？你又看不到，怎么来？倩倩，你以后能不能别自我牺牲感这么强？你总是照顾别人，你知不知道自己也是需要被照顾的？哎呀，别动，不然戳到耳朵里了。小美，谢谢你。你跟我说，我一直照顾别人，偶尔也需要被别人照顾。以前从来没有人跟我说过这样的话，你是第一个。自从你给我抹完药以后，我就总忍不住偷偷看你。我以前怎么没有发现你这么可爱？你的办公桌上放着1、2个玩偶，2、3个盆景，3、4个零食，还有我送你的香水。我发现我喜欢上你了，可是我们约定好了要做好朋友的。这就是温柔的设计图。是的，温总，我听业内人士最近经常夸温柔设计的鞋子好看，你觉得呢？说实话，虽然是相同的元素，但是不得不承认，确实比咱们万里的好看，而且有早期万里鞋的神韵。正好香啦！哎，不许进去！小脚丫太脏了，过来。嘿，回来啦！回来啦！去逛街啦，给你买了2件衣服，擦擦小脚丫。哎，这不是欣欣妈妈的设计图吗？你怎么翻出来了？这些手稿都是你复印的啊？那个，当年不是送柔柔去寄宿学校吗？我想让她多学点东西，就把这些稿子复印了，给她寄过去了。温柔小时候学过画画吗？哦，没有，她对美术课特别不感兴趣，这后来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儿。那这孩子挺有天赋的。哪有什么天赋啊？这小孩子小打小闹的。不，这孩子真的很上进。之前是我忽略了他。这样，你跟温柔说一下，让他周末回家吃顿饭，我想跟他聊聊。
真的吗？真的。好，我明天就去找他。你怎么来了？我都知道了，这么大事你瞒着我，你瞒得住吗？我没想瞒你，我这不是没找到合适的机会跟你说吗？你现在什么情况，你知不知道啊？啊，行了，别杵着了。这是什么呀？什么也不懂。五红汤，你现在这个阶段啊，就得好好的喝这个汤。过什么阶段？那傻丫头说你不懂，你还真不懂。我告诉你啊，女人这时候啊，就跟生过孩子是一个道理。所以啊，你要好好的喝这种汤补补气血，知道吗？心情要放松。我告诉你啊，这孩子呀，总会有的。妈，你误会了，我不是孩子没了，我是没有孩子。这有什么区别啊？当然有区别啊，我压根儿就没怀孕。哎，我这最近气血不好，我正好要补一下呢。哇，妈，你现在演技挺好的呀，没必要吧？妈，哎呀，我不是说故意骗你，我当时也以为自己怀孕了，后来才发现是个误会。我跟你说啊，以后别拿孩子跟我开玩笑，懂吗？我知道，我没有。孩子是什么？孩子是老天赐的缘分跟福气。这人家都说了，每一个孩子他都是在天上挑了好久好久，所以他选了个最喜欢的人当他的妈妈。所以你不要拿孩子跟我开玩笑，哪怕他是在你的肚子里，知道吗？我知道，不怪那过期的验孕棒。我当时真的以为自己怀孕了。我穿多了，我怕它热着；穿少了又怕它冷；吃多了怕挤着它；吃少了又怕饿着它。你别提多难。你这才哪跟哪儿啊，丫头！这老话说，生孩子容易养孩子难。这怀孕是享福，那生孩子才疼呢，你知道吗？你以为疼完就完了吗？你把他生出来，你要给他喂奶、换尿布，你要看着他上学，长大了还要给他找工作，这往后的日子才越来越难呢。妈，你当时生我、养我的时候，也这么难吗？养你不难，因为你特别懂事，从小到大你就跟着我走南闯北的，没过几天好日子。但是你从来都没有抱怨过，这后来日子越来越好了，臭丫头，你是不是眼神有问题呀？你在天上选来选去，你就选了这么一个妈。我眼睛这么大，怎么可能眼神不好呢？你看我挑的这个朋友，还有我挑的老公，哪个不是最好的呀？那大眼睛还不是随我啊？我这自恋才随你。咱俩说正事儿啊，你爸爸现在特别认可你，他觉得你特别有天赋。之前呢，他觉得他忽略你了，对不起你，所以这周末呀，他想叫你回去吃饭，顺便跟你聊聊。我爸闲着没事夸我，还要跟我聊聊，这一听就没好事啊！你怎么回事啊？他那是给你台阶下，你知不知道啊？没准他还有想让你继承万历的想法。继承万历根本不可能！哎，有温馨在哪儿轮得到我呀？再说了，就算他真有这个打算，我也会拒绝。妈，这周末我跟善良真的不太适合回家，因为我跟善良有一个约定。
欣欣啊，你怎么来了？吃饭了没有啊？阿姨给你做点啊。阿姨啊，咱们都这么多年了，你也就别演了，也怪累。我演什么了？欣欣，你说什么呢？我可是真心喜欢你的呀。他是真喜欢我吗？不是，他虽然说不怎么讨厌你吧，但也不怎么喜欢你。别听他胡说八道啊！我可是一直把你当亲生女儿啊。他把我当亲生的？那怎么可能？他对待亲生的能像对你这么好？那是因为人家欣欣比你听话，哪像你。我听话吗？这一点倒是真的，你确实比我听话。阿姨啊，其实呢，我也不是很喜欢你，所以呢，你以后也就别演了，咱们以后顺其自然吧。行。哎，臭丫头，别忘了周末回去吃饭啊！你让我回的？行，回。哎，回家也要说真话吗？当然了，这是我们之间的约定，不能毁约啊。那万一我爸问你，善良啊，我平时严肃吗？你怎么回答？那我就跟你爸说，爸，您不是严肃，只是脸太臭。你放心吧，爸不会问这种问题的。但是真话归真话，礼貌不能丢。没问题。温柔啊，我听你妈妈说，你前些年一直在研究万历的手稿，是吗？没错。那你觉得万历的设计有什么共通点或者是特点吗？逆流。我看了万历早期的设计，形状、线条、色彩都非常的大胆，可以看出万历女士是一个非常有信心和野心的人，而且她是一个不怕被潮流吞没的人。事实也证明，她把逆流变成了潮流。看来这些年你没有白研究，的确是这样。是啊，柔柔这2年多不容易啊，一个人在外面打拼事业，很多事情啊都得她自己打理呢。其实也不是，也没那么辛苦，自由度比较大。你这孩子就是爱逞强。真不是，而且我也不是一个人在忙，善良跟韩青他们都有在帮我。我知道你有你自己的想法，但是一个女孩子独立在外面创业肯定很艰难。咱们家也是做这个生意的，不如回到万历来工作吧。爸爸给你留个重要的职位，可以让你好好的发挥你的设计才能。不了爸，我不想回来。你跟欣欣现在相处的也还不错，同心协力不是更好吗？我们2个相处的一般般。对，一般般。哎呦，这还一般般呢，多默契呀，是不是？善良，你觉得呢？好，我尊重温柔的一切想法，但是我觉得Polymoda现在发展的很不错。这些都是小打小闹。你看做了这么多菜，怎么都没人动啊？善良，你多吃点啊。好，妈。没关系，不用着急，回去可以好好的考虑一下。万历这个职位，爸爸会一直给你保留的。吃吧。柔柔，你多吃点菜，先不要说话了。下周末再回来，回来一家人吃饭。爸，周末我们俩估计没有时间，可能回不来。你有时间就回来。近期也没什么时间。这时间不早了，你们赶紧回去吧。妈，这才下午3点。3点也不早了呀，赶紧走吧。进来，爸爸，有人找你。
爸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找你想跟你聊聊温柔的事情。你坐吧。我一直把温柔当做自己的亲生女儿一样对待。我是真心的认为，回到万历，回到大集团，能让温柔有更大的施展空间。可是温柔真的很独立，有的时候我想要帮她，她都会拒绝。爸，其实您不用担心的，温柔真的很有能力，她自己可以的。但是困难程度我是了解的。想当年我接手万历的时候，万历还是一个刚刚起步的小企业。那个时候，我和我的前妻每天都面临着失败的风险。那天温柔说的对，万历最大的特点就是逆流，可是逆流必然会困难重重。所以万历一步步走到今天，处处都是障碍，要想跨过去，必然会有所牺牲的。我懂你对温柔的爱，也理解你很尊重她，但是你我都是站在一个坚实的基础上再去创造。而对于温柔来说，一切都是新的起点。你真的不怕她将来会后悔吗？你愿意看到她的失败吗？你当然不会。我看过温柔的设计稿了，处处都留着万历的影子。她真的很有天赋，是我一直忽略了她。她比温馨更适合继承万历，更适合做万历的鞋子。爸，其实我对万历有所了解，我知道这几年万历的业绩一直都在下滑，就是因为你们没有创新，也没有突破。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你想让温柔回去，就是希望消灭一个对手。如果温柔回去了，就只能做万历的鞋子，没有自己的风格了，对吗？我可以给她最好的，给她所有一切的帮助，甚至让她代替温馨，成为设计总监。我也可以给温柔她想要的。自从我们结婚以后，我就是她的后盾。我只是希望温柔做她自己想做的事情，我不会帮您劝她的。文总，您何必非得让温柔小姐回万历呢？她从万历身上学到了太多东西，而且还在不断的成长。我不希望有任何人超越万历。那现在她不是自以为有一个坚强的后盾吗？那我就从后盾开始，没了后盾，她自然会回家。这个季度的业绩有了很大的提升，新的算法更新之后，解决了非常大的问题。老板，老板，江先生来投诉了。单老板，是你老婆给我出的主意，那现在你们就解决了。先生，您冷静一点，有事我们好商量。你是老板吗？你不是啊，那你就别说话，你说。江先生，您慢慢的说，只有说清楚了，我们才能帮到您。慢慢说，我用得着慢慢说吗？你老婆当初给我出的主意，让我隐瞒我的资产状况，用你们的软件上网相亲，结果来的是个什么人？跟我结完婚以后又离婚，这不是骗子！你们寻觅就给客户介绍这样的人，你怎么负责？江先生，发生这样的事情我很抱歉，但是具体的情况我还需要进一步核实。袁香香女士，您是在我们寻觅认识的，如果真的涉及到骗婚的范畴，我们一定会负责。寻觅的线下付费会员近100万，线上注册会员过1000万，每一位会员的婚恋情况我们都会负责到底，不可能让您的情感和财产受到损失。我希望最后能达成一个双方都满意的结果。那我等你的结果。要不我们这边聊？啊，不用了，谢谢你。那边史先生。
喂，喂，老板，不好了，江先生恶意剪辑了昨天跟我们的谈判录音，曝光在网上了。什么？把相关消息发给我。袁香香女士，您是在我们寻觅认识的。寻觅的线下付费会员近100万，线上注册会员过1000万，每一位会员的婚恋情况，我们不可能都会负责到底。你们老板呢？老板上面这么大，来把你们老板叫过来啊！怎么回事？把你们老板叫来，今儿不配费。大家听我说，昨天江先生发布的音频是经过恶意剪辑的，他扭曲了我们单总的原意，请大家相信我们寻觅。他们就是想推卸责任，今天要退费，今儿不退费我们就不走了。你说了也不算，我们是来，他们老板来了。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？公司这么大，怎么你们寻觅就给客户介绍这样的人，你怎么负责？江先生，发生这样的事情我很抱歉，但是具体的情况我还需要进一步核实。袁香香女士，您是在我们寻觅认识的，如果真的涉及到骗婚的范畴，我们一定会负责。寻觅的线下付费会员近100万，线上注册会员过1000万，每一位会员的婚恋情况我们都会负责到底，不可能让您的情感和财产受到损失。这是剪辑过的吧？这个和网上的录音哪个是真的？单总，你是想说江先生的证据是造假的吗？接下来你会怎么做？江先生有录音，我们寻觅也有录音。如果仅凭一段未经鉴定的录音就认定我们寻觅在推卸责任，这未免有失公允。那寻觅接下来会怎么做？寻觅的服务一向有口皆碑，大家如果还信任我们寻觅的话，今天我可以在这里保证，一定给公众一个满意的答复。但是如果你们对我的服务不满意，想要退费，那就请联系客服，按照合同进行退款。非常感谢各位会员的信任。如果有想办理退款的会员呢，请跟我们的工作人员离开。也非常感谢各位媒体记者的关心，我们寻觅会尽快的给出答复，谢谢啊。这个江先生怎么突然改变主意了？昨天不还说等等结果吗？老板，咱们要不要把那段录音放到网上去，让大家看看咱们寻觅并不是像江先生说的那样？不行，这样会让双方陷入到无休止的争斗当中，网络热度居高不下，正中背后主使者的下怀。背后主使谁呀？老板说的没错，发布录音一来是会暴露客户隐私，这不符合我们寻觅一贯的原则；二是会加剧事件的热度；三是会彻底的把江先生推到对方阵营，以后再没有谈判的余地。对方阵营？哪个对方啊？问题的关键还是在江先生这儿。只要他愿意配合我们调查，以低调的方式解决问题，这件事就能迎刃而解，咱们寻觅的口碑也能保住。对。邹静，你想尽一切办法去联系江先生。健健，那你就去跟小美一起调查江先生和袁小姐背后的背景资料，还有人物关系。好。老板，还有一个事情比较棘手，现在网上出现一些评论在带节奏，挑起大众对寻觅的反感，而且全部带有温德瑞拉的话题，意图盘污温柔小姐和普利穆达。这种舆论可能会严重影响到他们即将举办的大秀。哦，所以老板觉得这件事情有幕后推手，所以这件事情到底是针对温柔小姐还是针对老板呢？只能说这是先从咱们这边发难，就看能不能及时止损了。老婆，你那个大秀准备的怎么样了？出了点问题。那怎么办？解决了。那就好。老公，你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呀？没事儿。我觉得你怪怪的。可能是最近太累了。那等我们大秀结束了，去度假吧。好呀。怎么了？
温柔，寻觅的事你知道了吗？什么事儿？你自己看吧。这件事情严重吗？冯总那边已经听到了风声，去外面打听怎么回事了。他没有直接过来问我，说明他已经不信任我，不信任我也就更加不信任你了。你说这个事儿严不严重？善良为什么没有告诉我？如果任由舆论这样发酵下去，寻觅会怎么样？你担心寻觅之前，能不能先想一下你自己的秀啊？一旦公众认定寻觅参与了骗婚事件，他们自己的口碑崩了不说，你作为寻觅总裁的妻子，第一个受牵连。冯总那边也不是他自己能决定资金去留的，他现在跟我们拉开距离，就是这个意思。所以你现在什么意思啊？你想让我怎么做？跟善良撇清关系，在他最困难的时候离开他？温柔啊，你一向很聪明，你的选择关系到的不仅仅是你和善良的婚姻。你想一想，现场所有的工作人员，他们的付出也是需要回报的。我跟你说这些，只是跟你分析利弊，但最后的决定权还是在你手上。温柔，我觉得我们还是分开一段时间吧。分开？哪种分开？你要出差啊？不是，你还是回自己家住一段时间吧。开什么玩笑？我是认真的。那你说说，你为什么突然让我回家？我变心了，我想重新考虑我们的婚姻。变心了，变得更喜欢我了。我没跟你开玩笑，我也没跟你开玩笑。无论你遇到了什么事情，你变成什么样子的人，你都别想把我甩开。就算你变成一只青蛙，我也会把你吻回人形。我到底哪儿不好了？你一定要搬走。你从一开始就有目的的在故意接近我。你长得帅，人又善良，工作能力也强，我喜欢你，我想跟你在一起，为什么不能花点心思呢？可是你让我误以为你家境很好，还在意大利创立了品牌，这些都不是真的。我品牌确实不是意大利的，但是我自己创立的呀。再说了，我家境好，是事实吧？你太虚荣了，什么东西都喜欢晒到网上。这不侧面反映出我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吗？你真的很情绪化，尤其涉及到你的家人就很敏感，什么事儿都能让你生气。可是你给足了我安全感跟自信，这一点我已经克服了。我不喜欢你跟苏子光在一起，毕竟他之前喜欢过你。你就把他当成我们之间的调味剂，我还没吃你们两个人的醋呢，感觉你们两个人聊天都比我跟他聊得多。哎，怎么什么事儿都能找到对你有利的理由？现在不是你在找各种的理由来证明你厌倦我了吗？我还需要找理由吗？你自己有这么多缺点，你自己不清楚？我最大的缺点就是我脸皮厚，我最大的优点就是我肯坚持。哼，还说不爱我，把我最讨厌的豌豆全都挑出去了。我受够给你当牛当马的日子了。可是我很舒服呀，像我这种自私的人就离不开你这种无私奉献的人。幸福。唉，那既然这样的话，只能我们换一下，由我来宠你，而你呢，骗我，利用我，或者色诱我。来吧！哎，你去哪？来呀！
我心意已决，既然你不愿意离开，那就我走，我回爸爸家。唉，结婚都多长时间了，芝麻大点的事儿就知道回娘家。你别想跟我一起走。行，我也深思熟虑过了，你的诉求我同意，分居就分居。你不用再想想吗？这可是很大的事情，不用再考虑考虑。这有什么可考虑的？分居说的那么委婉，你干脆离婚好了呀！你又不是没吓唬过我。离婚协议书准备好了吗？拿过来给我签字。离婚协议我还没有拟好呢，具体的细则咱们还要商量商量，不能马虎。行，那就把事情商量完了，聊完之后呢，明天就去民政局把事情给办了。来，说说咱们财产怎么分？房子给你，车子给你，所有东西都给你。你什么都不要。既然什么都不要，你这些也不能拿走，但是你必须带走。你好啦，我知道你不愿意跟我说你公司的事情，所以我也没问你啊。我都陪你玩了半天的游戏了，你现在是不是可以跟我说说公司到底怎么了？那个江先生怎么好端端又跑出来了？既然知道是为了你好，你就不能配合我一下吗？我是不想连累你。你不是说好了吗？彼此要坦诚相待，我不会再骗你，你也不能打着善意的幌子哄骗我呀。就算你是青蛙王子，我也可以把你吻回人形。就像当初结婚誓言说的，爱他，忠诚于他，无论他贫困、患病或是残疾，直至死亡，我们是夫妻。我是这个世界上最应该跟你共患难的人。但是老公，你之前的顾虑呢，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。我其实可以陪你放下一切，全部重来，但是我不能让 Polymoda 所有人的付出都白费了，所以我要发挥我的长项，玩一次舆论游戏。当然，你要相信我也是被迫的。只要能不离婚，你想要干什么我都愿意。那你要记住，一定要谨慎小心，戏要做足。唉，老马和栗子也离职了。昨天一共有272人退会费。月美和新安那2家公司看咱们出了事儿，集体落井下石，找了很多人在网上散布谣言，顺便还给自己打广告。过分！错了立正挨打，冤了以牙还牙，给他们退会费，给这2个公司发律师函。哎，倩倩，我发现你刚才说那番话的时候，感觉挺 man 啊。是吗？我以前也不娘啊。又闹分手？不会又是骗婚的吧？再这样下去，东山也起不来了。是老板和温柔小姐。一别两宽，各自欢喜。祝好。这是我们最近调查到的资料，张先生看上去也没什么问题，皮革生意白手起家，但是有一家公司一直与他保持着密切合作。哪家公司？万利。善良来了。爸，您认识润丰皮革的总裁江先生吗？哦，小江啊，认识啊。怎么了？没什么，他之前在寻觅找到了相亲对象，2个人顺利订了婚，但是最近遇到了一些问题，正在解决。你们这些年轻人啊，说是在外面自己做事业，可到头来还得是需要家长来把关。我跟小江很熟，关系不错，需不需要我帮忙说一声？没关系，不用了，我只是好奇而已。好奇什么？我好奇江先生为什么把事情闹这么大，他到底想要什么？看来温柔没回万里的事情，您还是很在乎的。那没什么事情，我就先走了。
把我们之前合作过的场地全都租下来，出高价租下来。总之，不能租给温柔。一个垃圾品牌还想开大秀，真是痴人说梦。绝不允许他做的比万丽更好。您好，温总，我这边搞定了，寻觅那边已经停止了一些工作 ，Polymoda 的备选场地都被我们租下了，还有江先生的新公司已经开始运作了，我们的投资款已经到账，他承诺会假分手到底。你这是做什么？这个家没有我的位置，我走。你闹的什么脾气？你是疯了吗？10几年前我送走自己女儿的时候，就应该知道有今天，我应该跟她一起走才对。这好端端的，怎么又提起了这件事？你知道这么多年，我一直一步步的让步，就是为了让你认可我，认可温柔。你知道我们受了多少委屈吗？你说什么胡话？我一直很认可你们，这个家你前后操持我都看在眼里。温柔就更不用提了。他已经证明了自己的能力，我不是还叫他回万丽发展了吗？你那是认可他吗？你是把他藏起来，不让别人看到，对不对？我看你是疯了。我是疯了。当初我嫁给你，是觉得你能给我们母女俩一个避风港。现在我才明白，我错的太离谱了。建立在利益关系下的婚姻是不可能幸福的。是温柔和善良让我明白了，什么才是真正的夫妻。也让我下决心要离开你。要走，你们就都别回来。对，明天我想借用一下场地，大概5天左右，已经租出去了。那谢谢你，温柔，我有事跟你说。等一下，我打个电话。温柔，对，我有事找你，我在聊场地的事，等一下。江先生的幕后主使是你爸。什么？江先生是做皮革生意的，跟万丽长期有联系。而且这次的事情，爸还投资了江先生的新公司。温柔，江先生的幕后主使是你爸。不是，你们今天怎么都在跟我说这个呀？他还让所有合作过的场地都不要租给 Polymoda。那这么说来，之前消防场地不过关的事儿就是他找人干的。那他为什么这么做呀？就是因为我拒绝了回万丽的邀请吗？但是他如果要给我下马威，他何必来折腾寻觅呢？因为他觉得你得到今天的一切都是依靠善良，只有善良倒了，你才会向他低头。突然之间跟我推心置腹，果然是有问题。哼，看来普利莫达现在是在发展势头上，对他已经造成威胁了。你就别美了，赶紧解决江先生的事情吧。而且啊，他们根本就没有分手，他们是假的取消婚约，跟我们一样啊。跟我想的差不多，那我就放心了。不过最让我开心的是，我异父异母的妹妹这次居然站在我这边。谁站在你这边了？我这是要和你公平竞争，上一次是我输了，我这次要光明正大的赢回来。你赶紧解决江先生的事情吧，我先走了。傲娇，你嘴硬什么呀？妈，你这大包小包又是怎么回事啊？我离家出走了。啊？你离家出走了？你这么有骨气，你不会是派来当卧底的吧？臭丫头，你说什么呢？不过你爸这次做的太过分了。你就是为了这件事情离家出走的？我早该这样了。这些年我一忍再忍的，让你受了不少苦，我早就应该看透这些。现在想想你当时那么小，我就把你送走，还真觉得挺对不起你的。妈，谢谢你能跟我说这些，也谢谢你能为了我对抗爸爸，我很感动。
告诉你啊，我这次把家里所有的首饰都拿出来了，这样呀，好好跟我过下半辈子。哦，好的，谢谢。怎么样啊？凡是能联系到的场地，他们都用各种理由拒绝，说没法租给我。那如果用外景的场地呢？外景？你上一次用外景的场地是什么时候？庄园？爱情开始的地方，也是梦想开始的地方。不过这个置景现在来得及吗？不置景了，我要抛去所有复杂的东西，用最简单的形式来呈现。我现在就让韩强联系庄园。老公，现在我的事情解决了，是不是该解决一下你的事情啊？来，老婆，你干嘛呀？既然呢，我们现在已经知道了江先生他是爸爸那边的人，那他们那边就没有任何的突破口，只能回避。唯一能打破僵局的就是袁小姐。正所谓异性相吸。老婆，你要干嘛？我不同意啊！我不想让你干嘛，你可以以寻觅总裁的身份去见他，你告诉他寻觅永远不会放弃他，你探一探他的底，从薄弱的环节下手，说不定就会有奇迹啊！我知道你肯定又觉得我在骗人了，不过可以想办法的，何必硬碰硬嘛？这次我同意。老公，你被我给感化了，我被你给同化了。近墨者黑了，近朱者赤。袁小姐，你约我出来干什么？我没什么能帮你的。但我能帮你。什么意思？我没什么需要帮助的。我已经知道了，你跟江先生并不是真的解除了婚约。谁说的？我们就是真的。是。你以为他只是跟你演了一出戏，但如果假戏真做的话，你们就真的解除婚约了。这一点你就没有担心过吗？什么演戏？我不知道。你就这么确定江先生会遵守约定，在事成之后会继续跟你在一起吗？通过这件事情，你觉得他对你到底怎么样？所以我才说我是来帮你的。江先生如果真的爱你，他会为了前途和事业让你们的婚姻陷入危机当中吗？这话你应该去问他，我怎么知道？我连他人在哪儿我都不知道。那我们就一起把他找出来。我有一个计划，我们找一位比江先生更加优秀的人来和袁小姐约会，让江先生以为袁小姐已经背叛了他，他就不得不和袁小姐见面了。无论见面结果怎么样，袁小姐都会出面澄清这件事儿。那现在这个人选有了吗？苏子光啊？无论是外在形象、个人条件和经济能力，苏子光都比他的条件要好。而且现在愿意出面来帮忙的人可能只有他了。而且我已经跟袁小姐说过了，她也答应了。老公，你这是公报私仇吧？我这是克己奉公。唉，那现在既然咱们男嘉宾的人选已经有了，那就得请苏子光出来起码露个脸儿。可是苏子光那边儿……苏子光是我妹夫，他能拒绝吗？那温馨呢？温馨是我毫无血缘关系的亲妹妹，能拒绝吗？爸，这是你干的好事。你想瞒我多久？我是没有告诉您。你不是说跟那个苏曙光早就分手了吗？怎么还在一起？我们当时是分手了，
可是后来，我不管你什么事情，你立刻给我断开。我可以给你介绍比他更优秀的。为什么？他有什么不好吗？他是温柔的前男友，这不是你跟我说的吗？在设计上比不过他，在找男朋友的事情上也要捡他剩下的吗？他们没有在一起过，而且就算他们以前在一起过，苏子光现在对我也是真心的。真心的有什么用？你不在乎他的过去，我还嫌丢人呢。你终于说出实话了，你就是嫌弃我给你丢人，对吧？是你从小给我最好的生活，最好的教育，可是我却一直比不过温柔。你很失望是吗？其实我都知道，你在乎的根本就不是我的输赢，而是作为你的女儿必须赢。因为你是我的女儿，这有什么差别吗？你少自欺欺人了。关于苏子光的事情，我是绝对不会让步的。吃个这个。谁让你生气了？我找他去。我爸。爸，给咱爸个面子，消气消气。好啊，那我就答应他的要求，和你分手。什么？我找他去。先让我跟温馨分手，痴人说梦。哎呀，好啦，别生气了啊！来，喝口果汁，甜一些。温柔。喂，喂，你在公司吗？我在啊。温馨不在吧？他啊？他不在啊。好，我马上到了。啊？喂？他为什么要问我在不在？我不知道。温馨，你干嘛呢？等他过来啊！你这玩这么大呀？如果你敢告诉他我在这儿，你就死定了。进。你找我什么事儿啊？我有个坏消息要告诉你，咱们这次大秀出了非常严重的问题。什么问题？我整天整夜的睡不着觉，总感觉吃不饱，但吃完了又想吐。那你这可能是压力太大生病了吧？但具体什么症状我也不知道，反正这个秀很有可能要崩。那怎么办啊？赶紧治病啊！吃了又能怎么样呢？心病还得需要心药医。
你去医呀。这怎么医得好？还需要一个药引子。什么药引子？你。温柔，你接下来说的话，我希望你谨言慎行。我需要你牺牲一下你自己。你不要乱说话，我出出人命。你怎么了？没事儿，我救急复发。你继续。反正就是，我需要你牺牲一下你自己，但不是跟我，是跟一位袁小姐。袁小姐，你也知道，我的心病是因为善良，而善良的心病是因为寻觅出事。那寻觅出事的根源，就是因为江先生跟袁小姐解除了婚约。但现在我已经知道这件事情是假的了，而且袁小姐答应帮我们寻觅澄清，但她唯一的条件就是要见到江先生。但现在江先生躲了起来，所以呢，我要找一个人跟他约会，把江先生给气出来。但这个人条件必须要帅气、优秀、信得过，还不能出卖我们。所以我想来想去，我觉得这个最适合的人选就是你。这事儿真不行。你行，我不行。你行的，我真不行。你真的可以。他不可以。你在啊？我说你为什么问我在不在呢？原来是要挖墙脚。哎，苏子光好歹也算是个墙面吧。他现在是我的墙面，我说不行。亲妹妹，我宛如亲姐妹的亲妹妹呀。我已经告诉你，江先生他没有分手了，已经算是仁至义尽了。袁小姐打视频电话过来了，她总得见到你的真人才肯配合帮忙吧？我告诉你，成败在此一举，否则一切就完蛋了。说好的公平竞争，但徐明的事情没有解决，我根本就没有心思办秀啊。我从小就替人受过，被妈妈送到了寄宿学校，只好放弃自己的爱好。自学之后，好不容易成为了设计师，但是没有一次机会。文熙，我好羡慕你啊！就这一回。你帮他？他是帮你，我不办秀，你要赔钱了。嗨，我就知道你不会见死不救。老婆，你为什么用2个手机啊？这个是给袁小姐传递情报的，而这个呢是看不惯苏子光跟袁小姐谈恋爱的好心人啊，就是给江先生传递情报刺激他的。成功，大饵已经放出去，现在就等着小鱼上钩。感情的事情呢，我已经帮你铺垫好，你现在只要进去等江先生来就可以。我不行。然后你要尽量的去刺激他，比如说做一些近距离的动作，说一些悄悄话，只要让他说出真相就可以。我真不行。你实在不行的话，抱一下也可以。绝对不行。没答应。我知道。你怎么什么时候都能出现？因为我们安装了情侣定位啊。妹妹，帮人帮到底，送佛送到西，我只需要他们见一下聊一下而已。哪对情侣不是先见一见聊一聊？
今天是我们2个在一起1个月的纪念日，你让他和别的女人看电影绝对不行。但，哎，你们2个在一起1个月了？对啊，1个月热恋期，所以不能看电影是我的底线。而且，这个人现在是我的。好，我尊重你的底线。那我再想想办法。